好，我们接着开始聊聊建长。那前几档节目来说的话，接下来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大家都对五行这个问题比较感兴趣。那么在这边的话呢，借着舰长的节目，我稍微来聊一聊五行方面的东西。五行我们大家都知道木火土金水，那这5个元素所结合在一块的话呢，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呃，这5种元素来说的话呢，这里面就要开始一直往前走了，回到中国非常朴素的一个，我们也不能说宗教吧，一个朴素的一个思想理论上面去。我们知道以前有3个人，一个叫有巢氏，一个叫伏羲氏，一个叫神农氏。这里面来说，跟伏羲氏来说的话，就是有一点关系了。伏羲氏来说的话呢，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这个时候，他发现了这里面的话呢，一些天地之间的变化。这里面的星象来说的话，就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的5大星系嘛，木星、火星、金星、水星、土星。这5大星呢，对地球产生的影响，就是也对我们这地球上面表面上生活的人类产生了影响。因此，同时在地表这边呢，又发现这5种元素，就是木火土金水，在我们地表里面存在的话呢，也会对人存在影响。因此来说的话呢，用天象拉到地表，地表又反映到人这边，就出现了这5种。后面来说的话，又出现了这个天干和地支，把天干和地支再赋予这5行的元素，那么我们的一个年干、月辰、日辰、时辰就全部出来了。出来了以后来说的话呢，后面的一些很多的命理学家，尤其是在有一个叫徐子平的人，他根据这个天干地支的话呢，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就定出来了这个所谓的八字。随后后面的一代一代的这个每隔100-200年啊，都会出现这么一个关于命理学的奇才。这个命理学的奇才呢，再根据这个徐子平当初的最早定下来的这个框架，再把一个人的八字逐步往前推演，到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八字系统。这是一个命理学的一个过程啊。那五行来说的话呢，我打一个非常简单的比方吧。你有时候碰到有2种夫妻啊，一种夫妻要么不吵架，这吵架起来啊，这个家里面都跟开了锅一样的，叮铃咣啷，劈天盖地的。所以他们2个人之间吵架，不仅仅是劈天盖地的，是整条街的人都知道，周边的朋友都知道，对吧？马上就开始电话打起来了。我今天跟老公又吵架了，或者我今天跟老婆又吵架了，人人都知道啊。这个就是水火的这个特征。那吵完以后呢，又好的不得了。啊，朋友刚刚准备跟他们2个人劝，哎，你们不要吵了，哎，他们2个人自己又好了，一点事都没有啊。第二种人呢，第二种夫妻，夫妻2个啊，表面看上去永远不吵架的，好的不得了，闷声不响的啊，在外面还经常秀点恩爱啊，丢点这个情节啊给大家看啊，夫妻俩关系好的一塌糊涂，在外面2个人亲密的不得了，回到家各归各的啊，朋友都以为他们2个关系很好，2个人卿卿我我、情情爱爱的，凡是你目之所及，2个人感情都很深，包括连长辈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突然间2个人自己哪一天离婚了？哎，你去问什么原因也讲不出来啊，并不是说这个有外遇了或者那个怎么样了啊，2个人那就是一个金一个木啊，一个金一个木。那你2个假如都是土命的夫妻在一块呢，2个人都闷闷不响的，有什么事情都是冷战，有什么事情都是冷战啊，不见得会离婚啊。就讲夫妻生活之间的话，就保持这种冷战的状态，从结婚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死掉那一天啊，夫妻2个当中有一个死掉，就是冷战啊，有什么事情不讲话了
生气的不得了，都是往心里面发的。这个老公说起来，这个老婆不懂得体贴我；老婆说起来，这老公不懂得疼爱我。两个人就搿能介了，晓得吧？搿辈子侪搿能介。那子女也搞不清爽哪能桩事体，伊拉自家也搞不清爽哪能桩事体。两个土命。这种时候呢，当五行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有一个借势的过程。你比方说水火两个碰在一块，这个时候来说的话呢，你用一个土，火呢就把自己的力量去生了这个土，用这个土的力呢来克这个水，这时候夫妻就是非常和谐了，这里面就美妙了。你比如说那个金和木，对吧？金和木，你金和木之间呢，你木去生这个火，火呢就会来克这个金这里面我在讲的是什么？你懂得用你的特长去培养一个新的东西，或者一个人物，或者一样事件，用这个或者一个爱好，用这个事件或者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爱好呢，来帮助你去把另外一方给他做一个正确的引导，或者是说降服吧。那你这样子来说的话，这里面就是一个道的问题，这就是一个道，就是讲我们从一个事情这不叫术道术，有一种叫术，有一种叫道像那个什么茅山道术什么什么等等这方面的东西什么跳大绳七七八八的，我跟你讲，那些都是术，那些不是道，懂吧？道还是在于它这里面最基本的核心。当你明白而且会运用了以后，我们经常讲嘛，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嘛。这里面其实来说的话，就是有一些道的一些朴素的道理在里面。我们叫什么？那个《道德经》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嘛，就是讲这个道存在于天地万物之间，百姓日用而不知。就你天天在运用它，但是你不知道它的存在，这就是道。那五行术呢，它也是这么一回事。你有时候把它运用得很好，对你生活当中的很多难题会迎刃而解。你假如是说没有把它不懂得它这里面的一些连带关系，而且我们要是什么呢？要这种积业成裘，要懂得是什么呢？举一反三的这种思路，你一旦是有的话，那么你就能够是说把这个五行用到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你很多问题呢，你就不会那么急躁。你懂得有这种方法的存在，你就知道当它出现的时候，你有办法制住它。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就很有意思。就像我前面前一段时间在说的一样，中国的工匠对于这个陶瓷这个生产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是什么技巧呢？他们已经把握了这个炉窑的特色，就是窑所见的窑我们现在看到的窑来说的话呢，那个都是一些什么电窑或者一些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么在古代的这个窑址，就是我们现在所开发出来的窑址，就古代建的窑，你上面，你比如说就在我这份资料里面，这个你去看到一个开掘出来的一个古窑址，它是沿着山偏一个斜度往上走。随后它窑呢，它是一节一节逐步往上盖。在每一节窑里面来说的话呢，它两边是投火的，随后一节往上烧。烧第一节的时候呢，是把第二节的温度已经开始带上来了，烧第二节把第三节的温度带上来，它等等的这种东西一节一节往上烧。每一节里面呢，它再放入这匣钵。那这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古窑址
他们就发掘出来的以前的一个老展，包括他那个，这个是一个匣钵，下次我再拿一个那个老匣钵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你们大概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就是当时的窑址里面挖出来的这么一个展，懂吗？它这个当时上面匣钵的那个底还粘在那边，粘在上面，因为它已经很长时间了嘛，埋在土底下，所以挖出来的这些残片也都是这么回事。我们的窑，中国人懂得运用火，就能够是什么呢？就能够是把这个陶瓷烧出来。那是海外人，他们当年的西方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特色是怎么样。你怎么有这个本事把陶瓷烧出来这么漂亮？他们能够烧的，他们烧不出来瓷，他们只能烧一些简单的泥巴捏的东西，在火里面烧一烧，700-800度出来能用，一个破锅啊，或者破的碗啊，等等的，没那么漂亮。而且我们还把握了釉水的一个特色，